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十分罕见的镂空手，手握亿万家财，也拜个精光。谁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贫穷的命，但是有的人天生就注定是一个穷苦的命。据说某些手相特征可能预示着财务上的挑战。虽然这种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，但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来理解这些标志，认识到手相只是命运多元面相中的一部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探讨那些被认为可能不太利于财富积累的手相特征。一、十分罕见的镂空手。一、手指缝隙大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，如果一个人的四指并拢，每个手指之间的间隙很大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花钱如流水，存不住钱。这样的人，他们即使是家财万贯，到了他们手中，迟早被他们挥霍完。这样的人，他们很不会理财，注定是一个穷苦的人。二、手掌有青筋。手掌有青筋，在手相图解大全中是一种很不好的手相。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就注定是一个劳碌贫贱的命。三、烦恼线清晰。烦恼线本来就是不好的，再加上烦恼线很清晰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在这一生中将会拥有很多的烦恼。他们每一天都是忧心忡忡的，过得很不开心，而且一生就是贫困的命。四、财运线弯曲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，我们的财运线跟我们的财运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在生活中，你是一个富贵命还是一个贫穷的命，财运线都是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。如果你的财运线是弯曲的、断断续续的，那么就说明你的财运运势很不好。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他们就是一个穷人。五、事业线不佳。事业线跟我们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，而那些事业好的人，生活都是过得比较好。而那些事业不好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困难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不佳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生活会过得很困难。六、手掌没有肉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指出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面没有一丁点肉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财运很不好，没有什么福气。这样的人，他们注定就是一个穷人。七、手指很粗短。手指很粗短的人，他们的头脑比较蠢笨，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福气，在生活中会过得很辛苦。所以手指粗短的人，大多数都是穷人。八、食指超级短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，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上进心有着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食指很短的人，他们就是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，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欲望。这样的人是一个穷人，我们并不会觉得奇怪。九、理财纹很浅。在手相学中，理财纹也称为金钱线，通常被认为是判断一个人理财能力的重要标志。这一纹路通常位于小指和无名指之间的区域，若其明显且清晰，传统认为此人在理财方面具有较好的直觉和能力，能够有效管理财务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的理财纹较为浅薄或不清晰，这在传统手相学中被视为该个体可能缺乏有效的财务管理技能。这种情况下的人，可能对金钱的管理和投资决策较为漫不经心，不太能把握财务规划和预算控制，有时可能因缺乏前瞻性和计划性而导致经济状况不稳。此外，理财纹的淡化也可能暗示一个人在财富积累过程中遇到障碍，如投资失败、消费过度或债务累积。这些都可能是因为缺乏对财务细节的关注和对市场动态的敏感理解。然而，重要的是认识到，手相只是可能影响人生轨迹的众多因素之一，真正决定一个人财务成功与否的，还包括其个人的行为习惯、教育背景、工作态度以及对待金钱的总体哲学。因此，即使手相中的理财纹不甚理想，通过学习财务知识、改进消费习惯和积极寻求专业建议，仍然可以大大改善个人的经济状况，
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不断努力的精神，是超越先天限制，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。第二，案例分享。第一个案例，这佛耳形态很不错，轮廓分明，耳垂厚大，福运深厚，加上额高隆饱满，聪明伶俐，早年能得祖荫庇护，眉峰起角，表面温柔可人，内心有原则和定力，是个有个性的女孩，拿捏不好，还是有点脾气，眼睛圆大，脾气稍急，个性直率，敢爱敢恨，田宅饱满，根基牢靠，加上印堂开阔，做事放得开手脚。不过山根的痣和夫妻宫的痣有些伤姻缘，加上子女宫有些黑气，注意烂桃花干扰。鼻肉而挺，夫运不错，婚后能帮夫旺夫。鼻翼宽，鼻孔漏，少了些城府和精明，婚后不适合管家管财，直率之人，易路锋芒犯小人，人中见钩，子嗣不弱，只是下巴稍短，晚年易为子女忙碌。第二个案例，镂空手，指缝大，男官财守财，长行来偏木行手，木人多思善谋，个性偏敏感，但掌面有力，偏筋骨质。筋骨质人善于做事，有毅力，能坚持，好胜心强，利于事业闯荡。但时指巽宫财位见杂文干扰，事业有些不稳定。事业线前期也是多横纹干扰，生命线来看也是如此，前期横纹多，后期横纹逐渐消失，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事业线在中年35岁左右见错开，职场犯小人，太阳线也见横纹干扰，说明这点。不过不久后来了条帮扶纹，有望贵人帮扶，度过事业难关。感情线锁链，情缘被锁住一样，情路不顺，这是木人多遭遇的局面。结婚线靠近小指，已晚婚。第三个案例，面相看女主偏木人，木人多思敏感，有文艺气质，注重精神世界的契合，尤其在感情方面倾向于找灵魂伴侣，眉目清秀，五官端正，有些外圆内方，对待外人温和有礼，对自己或亲人要求严格，有点完美主义，甚至有些精神洁癖，向内而行的人，易精神内耗，鼻翼坚守，鼻孔稍小，偏保守谨慎，做事爱计较细节，放不开手脚。这也符合木人多思善谋的特质，做事计划性强，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。额高饱满，聪明，早运不错，眉聚不散，贵人也会围绕在身边，只是眼稍有惊恐之色，防备心强，姻缘有些坎坷，子女宫灰暗，加上人中不显，子嗣不丰，下巴尖，晚年易孤苦。第四个案例，长丘饱满，尤其是金星丘饱满，体质佳，精力充沛，加上纹路是典型的川长。川长人最好配合一个饱满的金星丘，因为川长人个性洒脱，大开大合，好折腾的性格，所以要配合一个好的体质，才能撑起川长人的好折腾。不过时指巽宫财位虽然饱满，但是见杂文干扰，正财旺，但不稳。生命线30岁之前杂文干扰多，脑线也是如此。30岁之前运势多阻碍，财运线也稀稀拉拉，财难聚。30岁之后，脑线和生命线都变得干净深刻了些，运势逐渐顺畅。感情线中期有个大倒纹，犯情伤，影响姻缘。结婚线也2条，好事多磨。第5个案例，眼睛的能量很足，虽然戴了美瞳，眼睛还是很圆大，性格稍急，卧蚕饱满，睫毛翘，异性桃花旺，内眼角带钩，勾人心魂。感情注定有不少故事，烂桃花干扰也不少。不过田宅满，根基稳，能入大公司做靠山。鼻高隆厚重，鼻为中月，代表自己，也是财帛宫，说明鼻梁高，人生高度可期。鼻头肉，财运也旺，浮云足，颧骨饱满有肉，鼻全的配，中年人生路行的稳。鼻高隆之人，心态也高，对另一半要求高，容易挑剔，婚姻来的不会太早，双唇而不露，善言不多言，
口为出纳宫，纯薄上翘的人，心态好，但有些薄情和精明，人中不显，子嗣不丰，加上奴仆稍弱，和子女缘分浅，加上下巴尖尖，晚年亦孤苦。第6个案例，偏木行首，木人多思善谋，掌面见棱角，也是偏筋骨质的木人。筋骨质的人做事有韧劲，有毅力，利于事业。这条伸长笔直的事业线也看出，不过食指巽宫财位见杂文，正财有些不稳，食指见缝，早不于前。早年父母关爱有加，没少花钱培养。生命线内侧也见贵人纹，说明从小父母助力多，人生起点不低。事业线和太阳线以及财运线都很长，有形成霸王线的趋势，但是需要养一养，离富贵之象还差点火候，主要还是弱在了感情。感情线前期导纹结合脑线的大导纹，20至23岁犯情伤。结婚线也出现大分叉，婚姻有分离之苦。太阳线也见横纹干扰，加上事业线中期断开，中年事业犯小人遇阻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